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2月6号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呢，这个春节又差不多了哈。但是呢，就说在国内的朋友哈，在中国的朋友，你们就是要过到15才算过完。那在美国的朋友呢，就是除非你不上班，上班的朋友他本来就不放假，因为美国人不过这个春节啊。所以说呢，我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我也算是2年多没有回过中国了。但有的时候吧，想起来也挺庆幸的，在19年的9月份，我回了一趟。回来以后，没想到没过几个月，这个疫情就爆发了，这就把原先非常容易买一张机票就可以回中国的事儿变成非常不容易回去了。这样的话就一转眼，你看3个春节都过来了。我呢就是说实话啊，春节我从来没有，我自从来美国以后，春节我没有回中国过。因为啥嘞？一到春节的时候，一想着回去到处都是人挤人，因为大家都赶着那个春运呀，这个忙那个忙的，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通常回去都会选择旅游淡季的时候回去，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比较方便一点。再一个就是我在洛杉矶生活，这边的气候也比较的暖和啊。如果回去的话，确实是一下回到，因为我要回到陕西呀，回陕西，然后冻得又受不了。所以说就是现在想想，真的是什么事情真的你就计划赶不上变化，真的是这样子的哈。这一转眼你看，这就是2年多不能回了哈。那也真的希望啊，今年能真的这个疫情可以结束。这一结束，我想可能很多人都要来回的，有来的也有回的，就是这样子的啊。那现在我跟大家聊一下我回中国的感受吧。那我就让大家边看我的视频边聊，因为我没有回去呀，我现在放的只能是在这边的视频了，就是在这边拍的一些景色的视频，然后呢跟大家聊一聊，省得大家很干的光看我在这说话啊。每次回去吧，最想吃的就是什么？陕西的小吃。虽然我是祖籍福建，但是呢，我是在陕西韩城长大的。陕西的凉皮儿，陕西的肉夹馍，虽然这些东西吧，在美国我们自己也可以做着吃，但到底不一样呀。所以呢，通常一回去，第2天早晨就会跑到菜市场去吃这些小吃，羊肉泡馍、油糕，还有韩城的羊肉饸饹。这羊肉饸饹呢，在美国是绝对吃不到的。这羊肉饸饹呢，是用荞麦面做的，黑乎乎的，我也不知道外地人能不能吃得惯。但是呢，我现在想想都有点流口水了，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我这就不说了，说起来就没完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咱回去以后哈，总是东南西北分不清楚了。为啥呢？这些年来中国的基础建设变化太快了，而在美国呢，因为它基础建设已经建设得很早了，几十年了，所以现在呢几乎不动了。所以说呢，你就算是在美国再待个10年20年，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呢，中国的基础建设现在已经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先进，这一点不能不承认。比如说中国一直投资的高铁、高速公路，中国的各种港口，还有5G 技术，新的城市、新的高速公路等等。所以说呢，就目前来说，中国的基础建设比美国方便多了。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告诉我，27、8年前他曾经来过美国。那个时候呢，他看到美国的高速公路，他觉得特别的震撼。但是20年以后，他再来美国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没有什么可震撼的了。所以说呢，美国的高速公路，美国的这些基础建设也曾经很牛过，
但是呢，现在确实停止不动了。咱们看到这些路面，它确实已经很破烂了。这些方面呢，确实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了。所以说呢，时代在发展，不进则退。中国的基础建设方面确实已经超过了很多的国家，甚至领先于全球。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呢是什么呢？就是支付系统。在中国呢，你现在只要拿一个手机，无论你走到哪里，就是卖菜的还是卖什么的，用手机就可以支付了。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的方便。但是在美国呢，用手机支付还不是那么方便，大家大部分还是用信用卡或者是储蓄卡，再就是用现金支付，包里还会经常找一些零钱呀什么的，特别的不方便。而对现在的疫情来说，这个钱在人手里传来传去的，更加的不安全。这一点呢，也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能改变。至于用手机扫码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它确实是方便。再一点呢，就想想这个手机的通信系统。在美国呢，我们去什么地方旅游景点呀，或者是去偏僻的一些地方呀，或者你到一个大楼里呀，手机的信号分分秒秒就没有了。这现在大家的生活都离不开手机，所以呢，到了没有信号的地方还真是烦人。所以说呢，去哪儿偏僻的地方，如果仅仅是用手机导航的话，不提前下载一个离线地图，那迷路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呢，我的车上随时都装着一个 GPS， 也就是导航。这样呢，也就是防止万一没有信号的时候，我还不至于找不到路。相对来说呢，中国的用户还是幸运的，至少绝大部分的地区实现了手机覆盖和宽带网络的覆盖，哪怕是偏远的山区，甚至珠穆朗玛峰都有网络覆盖。但在美国呢，可真没那么幸运，主要是运营商人家要考虑产出比的时候，偏远的地区甚至人口密度较小的富裕地区，信号的覆盖也是很差的，甚至没有。在全球的大国中，中国的手机信号覆盖率是遥遥领先的第1名。而美国的电信运营呢，完全走市场化的路线，哪里有钱哪里就有信号，私营企业没有做赔本买卖的动力，这也是正常现象。说来说去呢，不管在哪生活都有利都有弊。我今天说的这几点吧，也是想到哪说到哪，只是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上说话。这段时间呢，跟在中国国内的朋友聊天，因为我们是白天，他们是半夜，就发现他们每天晚上半夜的话，如果想吃外卖的话，用美团点餐非常方便，不管是半夜几点，他们都可以点到餐。这一点呢，美国现在还不可以呢，因为到晚上几乎就都下班了。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也确实已经习惯了晚上天一黑出去，外面就静悄悄的了。而在中国，因为人口多，所以晚上8、9点、10点出去，外面大街上人都非常的多，也确实感觉到很安全，这一点是真的。当然了，不管在哪里生活，相对来说都不能去没人的地方。没人的地方，那不安全的因素就存在，尤其是半夜3更的。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这儿，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也欢迎在海外的朋友给我留言，说一下你们回中国的感受。感谢关注和点赞的朋友，谢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